美国加州的圣伯盖市，2024年6月8日的凌晨，当时气温在16度左右，空气中仍然有些微微的凉意。沃纳格罗夫大道是一片典型的亚裔中产生活区，在多云天空和老旧路灯的映衬下，街区显得有些压抑。一名华裔男子刚要走进公寓楼，忽然而来的几声枪响打破了深夜的宁静，男子随即倒在一片血泊中。警方在凌晨1点35分左右接到报警，立即赶到了案发的公寓楼外，那是沃纳罗格夫大道100号街区。受伤男子身体多处中弹，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李成礼，40岁，他是一名从事物流相关业务的个体经营者。现场勘查记录显示，受害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遇了近距离的枪击。案发现场干净利落，未发现任何财物损失或者肢体搏斗的痕迹，这些都不符合抢劫或者随机暴力犯罪的特征。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一起针对性的袭击。但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确认，受害者的社交圈相对单纯，警方长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锁定明确的嫌疑人，这起案件成了一桩冷案。但在1年以后，案件因为另外一起双重谋杀再次进入了警方视野，并揭开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华裔男子李成礼？这个案件背后又隐藏着一段怎样的虐恋关系呢？让我们目击这起真实案件，夺命私奔。大家好，我是云奇，欢迎成为真实案件目击者。我们目击黑暗人性，可以更清醒生活。现在，让我们去到案件的发生地——美国加州。李成礼遇害后，警方对他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梳理。他处于离异状态，和前妻育有1名子女，由前妻抚养。他居住在南加州的圣伯盖，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去到北加州的奥克兰，两地距离600公里。案发时，他的华裔女友王艳就住在奥克兰。王艳45岁，她在多年前离婚之后移居美国。她和李成礼虽然是异地恋情，但感情关系一直保持稳定，也没有过激烈冲突。王艳是一名活跃于北加州湾区的房地产经纪人，拥有资深工作经验，在奥克兰华裔商业圈累积了一定的人脉和口碑。据当时接触过她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忆，当王艳得知李成礼遇害后，她极为悲痛，多次向警方表达了对男友突然离世的难以置信。在案发后的几个月中，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引发调查人员警觉的异常，身边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失去男友的女人持续深陷在悲伤之中。那么，王艳是怎么排解伤痛情绪呢？她寻求了来自新男友的安慰。王艳身处一段三角关系中，李成礼是她交往多年的男友，同时她还有一个新男友王浩。在李成礼遇害之后，王浩立即从核桃西市赶到了王艳身边，尽最大可能给她支持。这里要介绍一下3个城市。王艳居住的北加州奥克兰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社会层次鱼龙混杂。王浩定居的核桃西市距离奥克兰仅仅30公里，那里是安静而昂贵的硅谷精英后花园。李成礼居住在南加州的圣伯盖，是一个老牌华裔聚居区，这也对应着3人的身份和阶层。李成礼是物流从业者，普通中产；王浩则是软件工程师，精英阶层；王艳是八面玲珑、善于交易的房产经纪人，他对风险和收益有着极强的敏锐度。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王艳除掉了李成礼，借助和王浩的感情关系，以达到阶层跃升呢？王浩1982年出生于中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按照时间推算，他应该是2000年左右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是中美蜜月期，也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在硅谷站稳了脚跟，有一份科技企业的高薪工作。可以说，他完全享受到了时代红利。根据相关的税务记录和财产估值，王浩的经济状况非常优渥。他在旧金山湾区东部的城市核桃西拥有一处价值150万美元的房产，
以核桃溪的持有成本计算，拥有这样的高价值房产，仅年度地税和基础维护支出就已经超过了许多普通家庭的全年总收入。房产之外，王浩还拥有相当规模的证券投资和现金储备。2023年年底，王浩因为财务投资的关系和王艳相识，自此建立了恋爱关系。李成礼遇害后，他会和王艳正式走到一起吗？王浩在做出这个决定前，得先回到核桃溪的家中，面对他的家庭。王浩也不是单身状态，他的妻子名叫郭玲玲，41岁，是一位拥有深厚学术背景的职业女性。王浩和郭玲玲在2015年左右结婚，婚后2年，郭玲玲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两人的感情关系在几年前濒临破裂，原因是王浩多次实施家庭暴力。2023年1月7日，王浩对郭玲玲再次实施了暴力行为，他不仅进行了肢体伤害，还暴力阻止郭玲玲报警。直到4个月后，郭玲玲在一次后续的求助中，才向警方完整披露了当时的细节，从而留下了一份正式的家暴报案记录。郭玲玲的母亲66岁的陈贝敏专程从中国飞来陪同女儿居住，协助照顾一对8岁的孙女，并试图缓解这个家庭中的紧张气氛。2023年年底，王浩和王艳开始了婚外情。很快，王浩就在2024年1月正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申请。那么6月的时候，李成礼遇害了，王浩可以顺理成章的和妻子郭玲玲离婚，正式和王艳在一起了。但诡异的是，2024年8月，也就是李成礼遇害2个月后，王浩主动撤销了离婚申请。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他决定和王艳分手，修复自己的婚姻关系吗？李成礼遇害的9个月后，时间来到了2025年9月18日晚上11点45分左右，核桃溪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正是王浩。在电话里，王浩语气极度惊恐，他告诉接线警员，在家中遭遇了一个神秘陌生人的袭击，他的妻子和岳母受了重伤。警员很快赶到案发现场，只见郭玲玲和母亲陈贝敏倒在屋子里，他们身下是大片的鲜血。王浩处于极度悲伤的状态，他大声哭喊着，不断催促警方抢救他的亲人。医护人员迅速展开了现场急救，但最终两人因伤势过重被当场宣布死亡。随后，警方在现场对王浩进行了简单的问询，王浩陈述了案发经过。当晚，他出门办事回来，发现家门开着，屋内却一片漆黑，异常的安静。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家，竟然看到妻子和岳母一动不动躺在地上。他立刻想走到两人身边，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手里拿着凶器从角落里冲了出来，对他发动攻击。他吓了一跳，和对方发生了打斗，然后他找到机会拿到了自己的枪，朝黑影的方向连开2枪。对方被枪声所震慑，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转身逃出了房子。王浩说，他在确认袭击者逃离之后，立刻查看了妻子和岳母的伤情，并对他们施救。他在惊慌状态中拨打了报警电话。在警察来之前，他上楼查看了2个女儿。幸运的是，这2个孩子一直处于熟睡中，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意识到家里发生了这场惨剧。核桃溪警局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全面封锁，并将案件初步定性为一起极其恶劣的入室抢劫或针对性袭击事件。他们在社区周边发布了安全警示，开始搜寻可能存在的逃逸车辆和相关可疑人员。事件立刻成了突发新闻，大批媒体赶来现场报道。这是一个治安评分极高的精英聚居社区，怎么会忽然发生了入室抢劫，并引发惨烈血案呢？当地社区的居民接受了媒体的访问，对于这个宁静社区里发生这样的案件感到震惊。Quiet neighborhood, so yeah, we're all surprised. It's the first time I've heard of this in 60 years. It's a very sad situation. I mean, that should never happen. 而警方的态度则是怀疑，他们发现屋子里没有遗失任何贵重物品。如果是入室抢劫事件，嫌疑人被发现进而行凶杀人，怎么会没有带走任何值钱的物品呢？而郭玲玲和陈贝敏都是被割喉致死，这也不符合突发犯罪的特征。
9月19日凌晨，警方通过对现场多种物理痕迹的交叉比对，以及房屋周边住户的摄像头记录画面，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个闯入的袭击者根本不存在。据此，警方正式撤销了对不明身份入侵者的大规模搜捕，并以涉嫌2项1级谋杀罪为由，在审讯室内将王浩当场逮捕。在审讯中，王浩面对有关妻子和岳母的遇害细节描述时，他表现出悲伤，但在涉及财务安全、房产归属、犯罪嫌疑等关键问题时，他立刻切换为防御状态。他对案情逻辑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对家庭悲剧的真实感情，这在犯罪心理学家看来是典型的掩饰性心理特征。而对于案发过程，王浩则再一次精确还原了第一次的讲述版本。当审讯警官要求他详细描述袭击者的特征时，王浩的表述却变得极为模糊，他无法说出任何一点袭击者的具体特征，并且王浩身上几乎检查不到任何防御性伤痕或搏斗留下的淤青，这与他和袭击者进行了搏斗的说法不相符合。王浩的衣服上有2位受害者的血迹，王浩解释说，那是他在袭击者逃离之后跪下来尝试对妻子进行施救时沾到的。但物证技术人员的检验指出，这些血迹残留为颗粒状喷溅血迹。根据血液动力学分析，这种极细微的血滴仅在近距离切割颈部大动脉或钝器撞击瞬间产生，通常呈现出雾状或极小的点状。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方向性，并且只有在凶器挥动瞬间才能形成的喷溅点。而如果是施救沾染到的血迹，则应该是大面积的擦拭血迹或浸润血迹。面对警方展示的这些证据，王浩开始拒绝回答警方的提问，并愤怒地指责警方不尊重他作为受害人亲属的身份，企图诬陷他，而不是去追查真凶。但更多的证据显示，王浩极有可能就是案件的真凶。案发时，住宅安保系统中的传感器数据显示，当晚房屋内部并未检验到外来入侵痕迹。技术部门对王浩报案时提及的屋内一片漆黑进行了模拟实验。在那个深夜，如果屋内完全处于黑暗状态，刚进入屋子的人很难精准目击凶手并进行追击自卫。并且王浩坚称自己是平地持枪自卫，但现场2枚9毫米的弹壳抛壳位置和弹道轨迹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开火角度，由高向低。这些证据勾勒出一个自作聪明的罪犯形象，他不满足伪造一个入室抢劫而行凶的故事，还要增加搏斗、对峙、开枪的情节，戏演得太过了，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警方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了王浩和王艳的婚外情关系，王浩的作案动机也随即呈现出来。除掉妻子郭玲玲和王艳私奔，那么1年前杀死李成礼的也是王浩吗？是的，但凶手不止王浩一个人。警方在调取王浩的个人通讯设备和财务记录中，意外发现王浩在2024年雇凶杀死了情人王艳的正牌男友李成礼。王浩雇佣的杀手是33岁的德马克斯·詹姆斯·博尔。在警方的系统中，博尔有着长期的非法持枪及暴力犯罪记录，曾是知名黑帮组织跛子帮的成员。王浩通过暗网联系上了博尔，策划了杀害李成礼。我们把时间再次拉回2024年6月7日，王浩亲自驾驶车辆，载着博尔从北加州湾区出发，他们沿着5号洲际公路南下行驶超过600公里，埋伏在了李成礼的住所外。6月8日凌晨，王浩向博尔指认了走在回家路上的李成礼。博尔拿着枪下车，快步走到了李成礼身后，对他连开多枪。王浩亲眼见证了李成礼倒下，他接应博尔上车，然后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连夜回到了核桃溪。当这2起案件关联起来后，再一次震惊了公众。我在读到相关的报道时，有非常多的疑惑。王浩选择雇凶方式杀害李成礼，这很可能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那为什么他还亲自开车载着枪手去犯案？
他在李成礼的案件中选择了雇凶，为什么在杀妻案件中却自己动手？身为高智商精英，王浩杀妻的犯罪现场又为什么漏洞百出呢？在深入研究后，我发现这个案件背后是一个极其扭曲的变态精英形象。王浩选择雇凶杀害李成礼，却仍然冒着风险去犯罪现场，这来源于他内心的双重病态。一是极度的不信任，对他来说，博尔只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犯罪工具。王浩并不信任博尔能够精准高效地执行指令，他必须亲临一线监督，确保犯罪计划严格执行。同时，王浩很可能对李成礼有着极大的仇恨心理，亲眼见证仇恨对象倒下，能给他带来心理满足感。为什么王浩会在第二起案件中不再雇凶呢？这是在连环罪案中常常能看到的犯罪行为升级。在王浩身上的表现是亲眼见证升级为亲手结束。他在杀害妻子郭玲玲和岳母陈贝敏时，没有选择枪，而是用刀割喉，这是最大程度的让受害人感受到痛苦，也是他在宣泄内心的极端仇恨。而另一方面，现实原因也让王浩不得不亲自动手，因为就在杀害李成礼后不久，博尔在别的城市因为另一起非法持枪案件而被捕。但博尔在被捕后对协助王浩杀人一案一直守口如瓶。王浩失去了可以直接利用的犯罪工具博尔，但同时他也变得更加自负。他很可能认为，既然自己策划的雇凶杀人能完美脱罪，那么凭借自己的高智商，亲自动手实施犯罪也同样能够瞒天过海。如果说王浩杀害王艳的男友李成礼和自己的妻子郭玲玲有着直接而明确的动机，那么岳母只是短暂来美国陪女儿生活，为什么不在她回国后动手呢？为什么对岳母也痛下杀手呢？很大可能是岳母陈贝敏的死亡正是王浩谋杀计划中的关键一环。如果案发现场只有妻子郭玲玲惨死，那么正处于婚姻危机中的丈夫王浩会立刻暴露在警方的审视目光中。但如果妻子和岳母同时死亡，就更像是入室抢劫引发的无差别攻击，可以最大程度地掩盖真实的谋杀动机。王浩为了情人王艳连杀3人，那么王艳在这个案件中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她会是无辜的吗？让我们再一次梳理案件的这一段时间线。2023年年底，王艳和王浩确立了恋爱关系后，如果她真的爱王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男友李成礼直接分手呢？特别是在王浩提出了离婚申请，明确用行动展现了对他的爱意之后，为什么王艳还不和李成礼分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怀疑，王艳始终没有和李成礼分手，这是一种对王浩的心理操控，他通过维持和李成礼的关系，诱导王浩对自己发起更猛烈的追求。而陷入疯狂中的王浩采取的是极端的手段，杀死李成礼，扫清障碍。当李成礼死亡之后，王浩却撤销了离婚，用接近1年的时间策划了对妻子的谋杀。这个行为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避免在离婚中和妻子进行财产分割，这其中有没有王艳的操控因素呢？我们做一个假设性思考，有没有可能在李成礼死亡后，王艳知道了是王浩做的，他没有和王浩分手，反而利用这个案件进一步拿捏王浩，迫使王浩踏上了一条更为黑暗的犯罪之路，让王浩的妻子郭玲玲以意外的方式彻底消失，可以完整保全王浩的资产。如果这个可能性成立，王艳宁可在带血的核桃溪豪宅里和谋杀犯捆绑余生，也不在安静的圣博盖公寓中和男友平静生活。这样的选择值得吗？王浩被捕的第2天，警局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王浩的邻居告诉警方，看到陌生女性潜入了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而这个女性正是王艳。她当时慌乱进入案发现场，偷走了王浩的2部手机，进行了数据抹除，试图掩盖她和王浩的关系，并销毁了关键证据。
正是这个举动，让他立刻暴露在了警方的视野中。但警方没有草率行动，他们对王艳展开了10天的秘密调查，之后正式将他逮捕。王艳面临从犯、1级入室盗窃以及销毁证据等多项重罪指控。令人惊讶的是，在近期一场听证会的法庭外，王艳竟然和受害人郭玲玲的家属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现场人员事后向媒体表示，王艳态度极其傲慢，丝毫没有悔过表现。这种傲慢也许来自于他确信已经抹除了某些关键证据，法律无法在谋杀罪名上对他进行定罪。王浩则被指控3项1级谋杀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很大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最高刑期。执行杀手德马克斯·詹姆斯·博尔被指控1项1级谋杀罪，并且因为多项暴力犯罪前科，同样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判决。在做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一直想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也许王浩认为自己是高智商的螳螂，却不知道自己完全处于黄雀的掌控中。而不管王浩还是王艳，这些自以为聪明的罪恶捕食者，都只是螳螂。站在他们身后，随时准备发动攻击的黄雀，是他们内心中的恶念。作恶的人，最终都会被自身的黑暗反噬。这个案件正在进行审理中，这也是这集影片中缺少犯罪嫌疑人真实影像的原因。我是目击者云奇，我会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审判进展，见证这场夺命私奔的终点。请点赞评论，给我一点支持。我们目击黑暗，可以更清醒生活。下次再见。